只有体验才是真实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River， 分享 XR 游戏硬件和外设。本期视频无恰饭，请放心使用。大概半年前刷油管就被 BoboVR 这款带风扇的头戴种草，终于在11月国内淘宝上架了。那么风扇有用吗？磁吸电池续航如何？佩戴是否舒服？相比前代改进了什么？一个视频告诉你。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风扇说起。关于风扇，大家主要关心3个问题：风吹哪里？有用吗？噪音如何？有用，吹的是额头，噪音不大。我通常都是开50%风力以下，不会开到最大，防止中风。开启风扇时需要安装磁吸电池，电池既会给风扇供电，也会给头显供电。点击滚轮就可以开启风扇，滚动滚轮可以调整转速。相比前代，增加了显示屏，可以直观的查看风扇转速和剩余电量。风扇开启后，仔细看额头衬垫上方和下方，相比前代增加了一条细细的开孔，可以将空气对着额头吹进来。通过接近1周的使用测试，对于闷热和晶片起雾有明显改善。但不同面罩有区别，详细的面罩适配参见下条视频。而且我通常不会开到50%以上的风力，感觉太吹。当然也可能是我30多岁年纪导致的，仅供参考。我属于对细小声音比较敏感的用户，佩戴头显主要是外放声音。玩比较安静的方块主义，外放20%的音量，风扇在50%以下风力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。实际测试和使用场景有关，这里列出一些游戏观影场景的参考数值。说完风扇，我们再来聊一下续航。本次和前代一样，都使用了磁吸电池的设计，从上一代的5200毫安时直接干到了10000毫安时。体积重量几乎没啥变化。实测电池满电情况下，可以把没电的快色3带起来用接近2个小时，同时还能把快色3充电到55%，等效续航接近3个小时。那么进入元宇宙主要的限制还是体力的限制，而不是电量的限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上一代电池并不兼容本代的头显，希望下一代可以兼容吧。另外，电池充电功率提升到了20瓦。实测充电到75%需要2小时10分，充满需要3小时20分。磁吸的体验还是这般丝滑。接下来再说佩戴，这部分会比较主观，不同头型脸型差异较大，仅供参考。我属于后脑勺比较扁平，头比较大，脸你看算啥脸？这款头戴适配快色3和快色 3S， 佩戴感最舒服的还是3，我感觉主要是因为薄。很多用户都会关心重量，这点我戴了这么多头显，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。其实感觉重不重，主要还是看重量分布。这款头戴属于光环式，主要的重量还是由头顶承担，实际感觉并不重。调整好的话，有种屏幕飘在眼前的感觉。但是如果头前倾或者低头的话，脖子还是会感觉到压力的。这款头戴可调整的点主要有悬挂角度、侧边角度以及头围松紧。相比前代，顶部衬垫增加了3级调节并可拆卸，据说是因为有用户反馈压头。我这个头型没啥感觉，都挺舒服的。相比这个升级，我更看重的是本次在悬挂和侧边增加了更大阻尼的分档设计，上一代是比较松垮的。这个设计直接让无面罩方案变得非常可行，剧烈运动也可以固定的很好。上一代很容易晃动，另外有些用户会躺着用。测了一下，如果靠垫比较软还可以，但是我还是会选择默认的头戴会舒服些。还有一个使用安全注意事项，就是不要在电池给快色3充电的同时给电池充电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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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那么整体结论，BoboVR 的 S3 Pro 相比前代 M3 Pro 新增了通风散热，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佩戴舒适度，尤其是对无面罩方案的适配程度。当前淘宝售价399元，相当于1/5个 3S 了。如果你频繁使用头显，并且有预算，我建议购入，会极大提升你的佩戴体验。如果你的头显经常吃灰，默认的头戴就够用了。我建议你省下这笔钱，多买几个好玩的游戏。同时，近期也收到了来自 AMVR、Kiwi Design、ZUVR 的面罩和头戴，大家想了解哪款呢？欢迎把你关注的品牌型号、问题发到下方评论区互动，点个关注。视频制作不易，
如果觉得不错，麻烦点赞关注，这将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